1999年10月，八宝山派出所民警接到群众举报，说他们常去锻炼身体的老山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几个新坟。派出所民警驻点蹲守，果然发现迷宫般的树林里有疑似盗墓的人影出没。2000年，考古队对被盗挖的老山汉墓展开抢救性发掘，多家媒体现场跟踪报道老山汉墓，掀起公众高度关注的热情，而此次考古也成为一次公共考古。发掘显示，这座古墓在历史上曾经多次被盗过。专家们不仅发现了汉墓典型的高等级黄长题凑营造方式，还在墓室中一件汉代的漆案上发现了一具令人毛骨悚然的尸体骸骨。这具古尸的左胳膊被反拧到背后，姿势看上去怪异又痛苦。更诡异的是，这具古尸竟然没有双脚。如此奇特的古尸骸骨主人究竟是谁呢？又经历了什么？为何会被当成贡品放在案桌上？是历史上的盗墓贼被同伙所杀，还是另有其人？一时间众说纷纭。本期视频跟随眼见古今，带您走进中国北京石景山区，探寻怪异的老山汉墓之谜。老山是中国北京石景山区东部的一处丘陵，距北京的市中心约15公里，位于古京口河北侧永定河冲积扇上。古时候人们发现老山的形状看起来很像一个鳌，所以管它叫鳌山。后来因为鳌与老的发相近，人们就把这儿叫老山了。老山这一片的治安归北京市的八宝山派出所管辖。1999年的10月的一天，正在巡查的民警接到几位大爷大妈的举报，说他们经常去锻炼身体的老山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几个新坟。情况引起派出所的重视，担心有人在那里违规下葬。派出所派出警察前去查看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新坟就在警察调查的这段时间还在不断的增多。警察发现有一伙人每天晚上8点左右会在当地一处游乐园的门口集合，然后步行半小时左右到达树林中的一处地方开始挖土。这些神秘的新坟头就是他们搞的。为了不在树林中迷路，这些人还每隔几步在树上就系上根红布条当作路标。通过侦查，警察发现这些人是在挖洞，每天凌晨3点收工。离开前会把挖出的土装进准备好的编织袋中，再用这些装满土的编织袋封住洞口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会在洞口上方盖上将近1米厚的土，把洞伪装成一个不显眼的小土丘。接着再用树枝把留在洞口周围的足迹清理掉。从这些鬼鬼祟祟的行为中，警察们判断这应该是一个盗墓团伙，他们正在盗墓，有明确分工。为了摸清情况，了解他们是否在盗古墓，也是为了避免打草惊蛇，12月9日晚上，2位警察冒着很大风险悄悄进入盗洞。盗洞的洞口直径约60-70厘米宽，洞深大约6-7米，可以容纳一个成年人进入。洞中民警发现了黑色的木炭和青白色的粘土，取了一些土样带回派出所，这是为确认盗墓行为取证。同时派出所将土样交给考古专家进行检测，希望专家帮助分析这伙人盗的是不是古墓。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考古专家看到木炭和青膏泥的土样，结合派出所人员讲的情况，立即判断被盗的墓葬极有可能是一座汉代古墓。因为青膏泥又叫白膏泥，是一些汉代墓葬喜欢使用的防腐材料。作为烧制瓷器用的高岭土，它有的粘性大、渗水性小的特点，很适合用来做墓穴的密封。而木炭能起到防潮吸水的功能。上世纪70年代，大宝台汉墓出土的时候，就曾发现过大量的青膏泥和木炭。考古专家决定第2天实地考察，他和同事跟随警察来到盗洞洞口。进到洞里，考古专家发现有一小节裸露在外的木桩，而洞里面果然散落着木炭和青膏泥。专家认为那节木桩
极有可能是汉代大墓中才会使用黄肠题凑。而对洞口周边进行勘察时，还发现了好几处夯土层，情况已经很清楚，这伙人是盗墓贼，正在有目的地盗挖一座古墓，而且已经快挖到墓室了，如果再不采取行动，很可能危及文物。石景山公安分局决定当天夜里就展开收网行动。不过从12月11日至21日，警察们一连蹲守了11天，那伙人却杳无踪迹了，始终没有再现身。难道盗墓贼听到什么风声，悄悄撤了？就在纠结是否还要继续蹲守的时候，12月22日晚上，盗墓贼又出现了。23日凌晨3点，正在作案的3名犯罪嫌疑人被当场抓获。在他们的供述下，其他几名同案犯也陆续落网。审问得知，盗墓贼并不知道警察已经盯上他们了。失踪那几天是因为赶上澳门回归的大日子，他们就自觉地停了几天工，觉得这种时候治安管理会比较严。这真是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回答。想不到这京城盗墓贼呀，盗挖古墓的时候也懂得留意政治气候。也许有人会问，既然发现有人盗墓，抓起来便就是了，为什么要等那么多天？那是因为几个人在荒山野岭挖坑，并不算啥大事，只有确认他们盗挖的是墓，才能认定为盗墓。要拿下这个团伙，什么时候抓，而且不损坏文物的前提下，分寸必须掌握好。由于盗墓贼已经挖到接近墓室的部分，所以当时警察们是连夜行动。盗墓贼归案的同时，老山这处古墓也立即被保护起来。考虑到雨季来临的时候，盗洞可能进水，北京市文物局决定对老山汉墓展开抢救性发掘。2000年2月24日，老山汉墓的抢救性发掘正式开始。和考古队以往的考古发掘不同，这一次中国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参与现场报道。媒体的参与，考古现场的开放程度，也使得这次发掘成为国内首次公共考古。每一次新的发现都牵动大量普通公众的眼球。老山汉墓依山而建，墓葬的封土达7、8米高，每层土都夯筑得十分结实。墓葬的修建者在封土的四周还填了大量碎石块，这也给考古发掘带来挑战。考古工作人员准备先将封土堆去除，再请钻探人员探出墓葬坑的范围。钻探人员在地面上把洛阳铲探到地层深处，每次带上一点泥土，然后根据泥土的颜色不同来推断出墓葬坑的形状。很快，工作人员测出，这是一个甲字形数学岩坑墓。墓葬由封土、墓道、墓坑和墓室4部分构成。墓室呈长方形，南北长16米，东西宽13米，分为前室和后室。墓道在墓室的南侧正中，长24米，宽约8米多。进入墓道后，考古工作人员希望能够在这里发现车马坑。按照以往的发掘经验，这个墓从建造的形制来看，规格不低。不过，直到墓道清理完毕，车马坑始终没有出现。考古专家心中不免也产生迷思，什么原因让这座汉墓没有用车马陪葬呢？不过，考古工作人员在墓道中发现了铜瓦。铜瓦是半圆形的，两个合在一起，很像竹筒。铜瓦常在古代建筑中使用，出现在墓葬里，连考古专家都是第一次见到。这些铜瓦扣在一起，看上去就像水管一样，从墓道一直连向墓门。难道是为墓葬的排水需要吗？墓道里不会像在地面有雨水流动这样的管道功能，应该不是为了排水，那它又是做什么用的呢？带着铜瓦带来的迷思，清理工作紧张而有序地展开。墓道中还有很多大石头，引起媒体的好奇。考古专家告诉媒体，这些石头叫封门石，是建墓的人为了阻止盗墓贼进入墓室而专门堆放的，意味着只要有封门石出现，墓门就不远了。封门石挪开后，这时考古专家看到期待中的黄肠题凑。
黄肠题凑是古代墓葬防护手法的一个专用语。题凑就是将切割成长条的木头码放在一起，形成一堵幕墙。而码在一起的木头用的是柏木，柏木心是黄色的，切割成长条状后就像一根肠子一样，因此被称为黄肠。在此前70年代发掘的大宝台汉墓中，考古界第一次有机会看到黄肠题凑的尸物的样子。而这一次，很多公众也有机会看到汉墓中的黄肠题凑。木条一头粗一头细，垒砌时后，把细的一头朝向棺椁的方向，这样即便是木头脱水收缩，整个黄肠题凑都是向中间倾斜，互相挤压，几千年后不会散架，只会更牢固，从而保护好里面的棺椁。经检测发现，老山汉墓中的黄肠题凑只有木门部分使用了柏木，墓室里使用的是栎木等杂木。题凑墙在墓室中围成了2道回廊，内回廊守护着墓葬后室中部，也就是棺椁存放的地方。这些木头只要随便挪动一根，就可能坍塌，让盗墓贼被压在里面。由此可见，它的守护作用堪称强大。眼前，考古工作人员需要将内回廊板墙拆除，方便墓室的发掘。这些木头看上去排列整齐，没有塌陷的迹象。不过，清理到墓门时，考古队员发现整齐排列的木头变乱了，而且工作人员还发现一个小小的洞口，洞口是被淤泥堵住的。看到洞口，考古专家心里有几分遗憾，因为这是盗洞，而且是一个古代的盗洞。这说明，远在警察抓捕现代的盗墓贼之前，古代的盗墓贼已经盯上了这座墓穴，并且工作人员很快发现，盗洞不止一个，而是2个，都是从墓门东南方向斜插着挖过来，说明盗墓贼的技术很高超，知道巧妙地躲过大面积黄肠题凑守护，很机巧地寻找盗墓通路。盗洞的出现也提醒考古专家想到，墓道上的铜把是用来通气的，果然不是用来排水的。如果盗墓时发生坍塌，这些管道可以用来通气，盗墓的人不至于因为缺氧被闷死，外面的同伙也有机会来营救。考古专家心中明白，如果墓葬多次被盗，意味着墓穴里的文物可能受到损坏或者丢失。由于古墓的发掘是国内第一次公共考古事件，考古专家天天被记者追着采访。他知道，观众和读者其实更希望看到的是类似金缕玉衣那样的宝贝出土，而盗洞的出现意味着墓葬出土，普通人眼中宝贝的概率可能降低。虽然从墓葬的形制来看，这里应该是一座高规格的墓葬，尽管墓葬早期被盗，随着挖掘进展，仍然出土不少珍贵文物。发掘现场的每一个进展都吸引着公众的眼球。墓葬中也土了大量的彩绘陶器，这些彩绘陶器与同时代漆器相似，周身绘红黑2色图案，是以弦纹、绳纹为主。眼前这个彩绘陶壶，器型庄重饱满，顶部有薄山形壶盖，器身表面布满以云纹为主的红、白、黑3色彩绘纹饰，对比鲜明，线条流畅舒卷，颈部绘三角纹、兽面纹，让人直观感受到西汉时期制陶业在北京地区的发达。发掘进展到清理墓室的阶段，由于塌陷，墓室全让土塞住了，只好一点点清理掉淤泥。墓葬的墓室分前室和后室2部分。清理前室时，考古工作人员在前室发现了2张漆案，一大一小。严格的说，应该是3张，其中1大2小，小的是摆放贡品用的。其中1张被盗墓贼烧掉，点火照明用。摆在西南角的小漆案上，长 2.3 米，宽 0.5 米，底色为褐色，上面会有红色花纹。别小看漆器，在汉代，漆器因制作工序复杂，花费工时极多，价格昂贵，只有身份极高的人才有可能使用。而且漆器的出土在南方地区比较多见，在北方地区则不多见。这张漆案能保存完好，在北方的墓穴中相当稀有，
因为墓穴这种不干不湿的条件特别不利于漆器物件的保存。而对现场的考古人员来说，关心的要点还暂时不是漆案的珍贵，因为在这张血红的漆案上赫然出现一副骸骨。走近观察，骸骨的姿势相当诡异。只见骸骨的面部朝下，左胳膊是反拧到背后的，看上去给人感觉十分痛苦。身上还压着2条大木头，而在骸骨头顶正中央有一块非常明显的砸痕，拳头板大小，形成凹陷。头骨出现了明显碎裂迹象。如此暴力感觉的骸骨竟然没有双脚，而且尸骨下方还散落着一个看上去光泽柔美的玉带钩。骸骨出现在不该出现的位置，而不是放棺椁的后室，不禁引起现场工作人员的猜测，也引起公众的猜测。很多人都认为这可能是古代的盗墓贼团伙作案，因为分赃不均，被同伴残杀灭口，抛尸在这古墓之中。是否真的如此呢？考古专家没下结论，而是将骨骸送去检测。漆案的提取工作也很费功夫，由于年代久远，木头腐蚀严重，考古队员用木板把漆案固定住，再用吊车吊出来。漆案出土时，漆皮看上去虽然很完好，但不能移动，一动就散架。考古队员把小竹片插到漆案底下，再用2块木板将漆案上下一夹，用吊车吊起来，移到室内慢慢清理。接下来清理后事。由于墓葬中没有发现墓志铭，而且从墓葬形制来看应该是个贵族墓，所以大家都希望能够透过开棺有所发现。掀开中层棺材的棺板时，工作人员发现好像有东西粘在上面，仔细看还有花纹、织物残留的经纬线。初步判断这是一块丝织品。丝织品的提取同样极费功夫，这块丝织品长 2.35 米，宽 0.47 米，刚出土时被棺板上的红漆染成了红色，但是团缝花纹清晰可见。考古队员们在修复专家的指导下，用沾湿的宣纸蒙在丝织品表面，再用塑料布包上，保湿避光，小心翼翼地完成了提取工作。修复时，修复专家用显微镜观察，看到这块丝织品上有红、蓝、黄、紫等6种颜色的丝线。从工艺上说，属于锁绣，是汉绣中的新品种，当然这是后话。无论是漆案还是丝织品，能够在北方墓穴中保存下来，且长达2000年，非常罕见。老山汉墓的墓顶很早坍塌下来，压住了墓室，再加上外部用青膏泥和木炭封闭，形成隔绝的空气，加上不透水的环境，诸多因素的巧合才使得它们得以保存。提取完丝织品后，考古工作人员继续开棺。由于黄长题凑的顶盖早就塌了，顶盖重重地砸在墓室中5层的大棺椁被压得很扁，再加上墓葬下葬不久就被盗墓贼光顾过。此时的考古工作人员并不像一些公众，对能出土大件珍稀物品抱有很高期待。果然，小心翼翼地打开棺木后，里面空空的，没有骸骨，没有木质，棺椁中没有骸骨。墓室前几的案子上却有一具奇特的尸骨，墓主人到底是谁？一时间，老山汉墓的墓葬主人身份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。很多人分析应该是男性，历史上几位燕王中的一位。不过在出土的陪葬品中，工作人员发现有很多都是女性才有的陪葬品，比如漆器工艺品、漆盘等，还有漆帘，这可是汉代女性的首饰盒。考古专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，如果墓主人是男性贵族，墓中应该出土有车马器才更为合理，而现在的墓葬中并没有发现车马兵器，也没有车马坑，反而是女性用品出土的不少，看起来很精致。难道这个墓葬是一个贵族女性墓？正在疑惑之际，前墓室的骸骨鉴定出来，结果显示死者是一位中年女性。盗墓贼之说
基本被否定。毕竟在汉代，由女性担当盗墓贼的概率不高。骸骨被送到实验室去做进一步检测。老山汉墓自发现以来，考古专家被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墓主人到底是谁。从墓葬的等级和陪葬品来看，这应该是一座高等级的女性大墓，采用了黄长题凑葬制与三棺二椁的五重棺椁葬具，体现了汉代高等级墓葬的特点。墓中出土珍贵文物、漆案、丝织品、金器、玉器等，都显示出主人身份的尊贵。西汉历史上，北京地区共有12位王，墓葬主人极有可能就是其中一位王的女人。那么，如果是王的女人，墓葬主人会是哪一位王的女人呢？在考古发掘过程中，考古人员在墓室的前室漆案旁还发现了2件漆耳杯漆器残迹，其上的金银平错工艺还有字迹，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。2件漆耳杯的残底上分别写着东宫、德阳宫。德阳宫3个字的左右两边还有针刻着2行小字，左边是有户邑领事的字样，右边有是萨斯年2月辛卯的字样。领事显然应该是墓葬主人的姓氏，而萨斯则很可能是墓葬熟人下葬纪年。根据金银平错耳杯、字迹等物品所属时间，结合相关史料，专家推测，墓葬主人极有可能是西汉晚期的一位王妃。而漆案上的女性尸骨又该作何解释呢？专家们分析，她应该就是墓葬的主人。早期的盗墓贼不止一次，通过盗洞光顾过墓穴，不但盗走了墓葬中的随葬品，还把棺椁破坏了。墓主人的骸骨被移到墓室前室，身上的首饰、衣物也被洗劫。当然，这一切仅是推断，要得到确定的结论，还需要更多专家的介入。2002年，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专家运用体质人类学、DNA 和计算机模拟3维人像复原技术研究，对墓葬中的骸骨进行深入研究。由于骸骨的保存状况欠佳，人骨样本中的 DNA 降解严重，含量很少，提取工作很不顺利。研究人员考虑了3套方案，即分别从其肢骨、牙齿和颅腔中偶然保存下来的一块干燥脑组织中提取 DNA， 但样本的肢骨、牙齿的保存情况欠佳，未能提取出 DNA。 最后，研究人员经过反复实验，从干燥脑组织的3个不同部位成功得到了骨 DNA 模板。从古人类遗骸脑组织中成功提取出 DNA， 在中国是首次，具有开创性的意义。而这也是中国首次对汉代王室成员进行的考古 DNA 研究。与此同时，体质人类学家也在展开对骸骨的研究，认为骸骨的鼻脊较低，鼻梁欠凸起，鼻根凹痕浅，上面不扁平。从这些特征来看，属于亚洲蒙古人种的面部。而这些分析与 DNA 测序结果一致， DNA 测序显示，骸骨属于亚洲暗谱系，代表了东亚地区现代人群的某种祖先类型。通俗地说，就是一个黄种人。而吉林大学的专家们还用计算机建模，根据尸骨的骨骼，成功复原了墓主人的3维头像。从复原的头像来看，这是一位容貌端庄的中原女子。综合专家的史料研究、推断、DNA 分析研究、头骨复原等，专家们最终确定，骨骸就是墓葬主人，一位西汉晚期的王妃，不是坊间流传的盗墓贼的。而关于骨骸的猜测、墓葬主人的身份的猜测，都有了明确的结论。虽然专家们得出结论，依然有吃瓜群众表示疑问：如果不是盗墓贼，而是王妃，头骨上方的伤痕该怎么解释？还有他的双脚又去了哪里？专家们推测，这些都是当初盗墓贼野蛮搬动造成的恶果。而关于老山汉墓的墓主的具体身份，有几种推测，其中之一认为，墓葬主人是广阳墓王刘顺的王后，因为墓中出土的耳杯上有东宫字样，东宫有可能是指的就是皇后或者诸侯王后的居住之处。
再结合墓葬的年代和形制，有专家认为墓葬极有可能就是前面说的刘顺王后的墓，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墓葬主人可能是燕腊王刘旦的王后。刘旦是汉武帝的儿子，曾被封为燕王，其在位时间较长，有38年，而耳碑上的文字有萨斯年的字样，很可能是纪年，与刘旦在位时间相吻合。还有人认为这名女人是广阳王刘琦家的王后，依据是墓主基因测试显示为30岁，而对墓葬被盗时间的研究显示出与绿林赤眉大起义时间基本吻合。综合这些要素，推断定墓主可能是燕王中的最后一个王后，即广阳王刘琦家的王后。虽然对于墓葬主人的具体身份，直至今日都尚存多种推测，已经成了一个千古谜团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墓主是西汉晚期的王妃，这一点已经是毋庸置疑了。至于到底是谁，只能留给时间了。至此，崂山墓葬的发掘和研究告一段落。虽然墓葬多次被盗，但保留完整的黄肠题凑，还有丝织品等等众多文物的出土，为研究汉代的葬俗、工艺技术以及社会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。崂山汉墓的发掘是北京地区考古发掘史上继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、明石三陵定陵和大宝台西汉墓发掘之后，又一重大考古发掘工程，首次在中国尝试了开放性考古，向相关多学科的介入研究敞开了一道大门。同时，这也是中国考古界首次对汉代王室成员进行的考古 DNA 研究，意义非常重大。目前的崂山汉墓并没有对外开放，依然保留着考古发掘后的原来模样，为的是给将来的考古和研究留下更多有价值的原始信息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非常感谢能看到这里的观众。如果您对视频有疑问，欢迎在评论区互动，喜欢的观众也别忘了点赞关注。眼见古今，与您下期再见。